1972年，享誉国际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受邀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由于时代原因，该片一度被禁，一直到2004年才公开放映。当时摄制组坐着周恩来总理的专车，辗转北京、河南、苏州、南京、上海多地，用彩色胶片记录下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尽量保证真实，其中还不乏许多偷拍和抢拍的镜头。安东尼奥尼说他只看了中国一眼，但这一眼对今天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清晨时分，北京的大街上尽是往来穿梭的28大杠，有那技术高超的老者直接双手托把，像风一般从容驶过。人们虽然衣着朴素，物质条件不如今天好，但他们的脚步并不匆忙，脸上也看不到焦虑。现在来到的是国棉3厂，工人们的工资都差不多，没有谁太高，也没有谁太低，租房子也很便宜，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租金不能超过工资的5%。厂里还配备了一个能容纳数千人的托儿所，工人们上班时可以把孩子寄放在里面。这位妇女在一家电子厂工作，现年35岁，怀的是第1胎，现在正在进行剖腹产手术。让人惊讶的是，医生并没有使用昂贵的仪器和药剂，而是使用古老传统的针灸来进行麻醉。虽然很多西医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当时在中国，许多病人在手术时都是用针灸来进行初级麻醉，因为只要医生熟悉人体穴位和中医医理，就能用这根小小的银针触及神经，切断疼痛感。可惜的是，这项神奇的传统医疗技术到今天已经很难看到。有网友说，针灸麻醉失传的主要原因就是太便宜。眼前这里是北京郊区的人民公社，共有7500亩农田，3万个居民，同时还配备了1所医院、6个诊所、36个保健站、24所中小学。在建立人民公社之前，这里年年频发旱涝灾害，但现在已经修建了引水渠和储水池，老百姓可以安安心心地灌溉农田、养猪、养鱼，而学生们每年都会抽出1个月的时间来这里务农。接着，我们来到北京的农贸市场，这里卖着各类瓜果鲜蔬、鸡鸭鱼虾，计重使用的都是老式手提秤。镜头中，人们争相抢购的是鲫鱼，只要3毛4一条。这是万里长城，除了熙熙攘攘的游客外，还能见到写生的画家、斗空竹的手艺人。中午时分，大家玩累了，就坐在树荫下喝点茶水，吃点面包。这是市中心王府井，是北京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路边卖的是国营冰棒，只要2分钱一根。随后，安东尼奥尼还拍摄了故宫、天坛、明13陵，另外还在长安剧院观看了传统的木偶剧。木偶戏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被称为傀儡戏。别看都是些木头人，但通过推、拉、提、拔、抖，可以表演出飞天入地、击鼓吹箫等奇妙的动作，十分有趣。接着，让我们随着镜头来到南京。这座城市虽然贵为6朝古都，但由于战乱等等原因，并没有像北京那样保留下许多的古建筑。在街上可以看到人们正在拉着小山般的货物往前走，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可见巾帼不让须眉。同时路上还能看到无轨电车和解放牌的大卡车，不过数量并不多。南京最引以为荣的就是长江大桥，这是新中国第1座自主设计施工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6.8公里，修了整整8年，于1968年正式通车。当时为了检验大桥的质量，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直接调来上百辆坦克同时开过桥面，所以后来机动车流量虽然已经超过了设计能力的3倍之多，但大桥依然能正常运行使用。这是南京的一家门诊，这里同样是采用针灸和草药来医治疾病，像院里就种植了不少草药，能治疗感冒、咳嗽、发高烧，还有皮肤病、痢疾、高血压和肝病。接着，让我们随着镜头来到上海。曾经这里的部分地区沦为了西方列强的租界，但现在外国人就像熊猫一样，已经成为了稀有品种。
所以安东尼奥尼在拍摄时一度引来人们好奇的围观。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小区里，两个孩子木板一搭，旧砖头一垒，就打起了乒乓球。相信这一幕对许多70后和80后来说都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小区里还保留着民国时的平民棚户区，其中有许多房子都是用稻草和泥巴糊成的，还有一些是用竹子和木片搭建的人字形或半圆形小屋，里面除了睡觉，连直个腰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当地人形象地把它叫做滚地笼。关于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我解说过的《中国的重生》，其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真实的记录。这是上海老城的地标性建筑豫园，始建于明代，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迈过设计精妙的九曲桥，就可以到达上海最古老的湖心亭茶楼。现在看到的是上海工业区，当时上海制造可谓是中国的金字招牌，像结婚时必备的3转1响。虽然有很多制造厂家，但质量和口碑最好的就是上海手表和永久牌自行车以及蝴蝶牌缝纫机。在离开上海前，安东尼奥尼还观看了杂技表演。随后他来到了河南陵县，曾经这里由于地势特殊，非常干旱，可谓是滴水贵如油，10年久不收。在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1920年的除夕之夜，一个年迈的老头走了20里路，终于从山里挑回了2桶奢侈的水。可到家后，儿媳妇却不小心将其打翻在地，在极度的自责和愧疚中，他悄悄地上吊自杀了。如果你理解不了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陵县在历史上有多惨。当你翻开陵县县志后，会发现尽是挖草根、啃树皮的场景，甚至是让人细思极恐的夫麦其妻、一子相食，路边全是吃干刮净的累累白骨。一直到1960年，在国家的支持下，当地7万百姓苦战10年，才在满是悬崖断壁的太行山上挖了一条70公里长的红旗渠，最终把漳河水引到了县城里。该工程一共削平了1000多座山头，开凿了200多个隧洞，挖出来的沙土碎石如果筑成墙，可以把广州和哈尔滨连起来。另外还修了总长2400公里的分支水渠，使得堤坝水库遍布村村寨寨，河水流进了家家户户。至此，陵县彻底告别了长达数百年干旱的悲惨历史。而这一切都是当地百姓凭着双手用铁锹锄头一点一点铸造起来的奇迹。他们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所至隔山海，山海皆可平。现在来到的这个村庄叫大菜园，居住着1600多个村民。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集体生产制，吃的是大锅饭，所以村民的粮食都是统一放到生产队的仓库里，然后在年末进行统一分配。至于不能工作的老人，在衣食住行上都有相应的保障，还能免费就医，死了还有一笔安葬费。这是生产队，牲畜在前面拉着10年走，人跟在后面用木叉翻腾压过的麦秆，使麦子脱落下来。这个过程在农村被称为轧场。牲畜后面拖着的小竹篓，目测是用来装粪便的，以防止污染到粮食。这是村里的小学，没有课桌，没有黑板，衣着单薄的孩子们都蹲在残破的土墙下学习。在离开陵县时，安东尼奥尼还抢拍到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集市。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不允许私人做生意，所以人们都是偷偷摸摸地进行交易，就连小猪都是藏在怀里卖。接着，安东尼奥尼在完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闯进了非常偏僻的人村进行拍摄。这里人烟稀少，到处都是低矮破壁的小土屋。当村民见到安东尼奥尼时，就仿佛见到了外星人，一脸的惊讶和好奇，且眼神中还不乏羞涩和慌张，但大家都很有礼貌地围在附近，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敌意。村长很希望给外国人展现一个好的面貌，所以暗中让穿着破烂的妇女和老人藏起来，怕他们丢了中国人的脸。同时，村长还不停地向大家解释安东尼奥尼是谁，来这里干什么。在这个小村庄，
安东尼奥尼并没有拍到多么有意义的事，但擤鼻涕、上旱厕这些琐碎的生活镜头却无比真实。47年后，也就是2019年，意大利记者老高为了寻访纪录片中的人物，再次来到了林州市。如今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宽阔的柏油路，而大菜园残破的土房子已全部换成了大砖房。感慨之余，他得知了大菜园正在拆迁，每家至少要分3套房。老高还找到了当年那个偏僻的人村，如今村民见到外国人已经不会好奇和惊慌，包括孩子们也热情大方地为老高指路答疑。接着让我们来到古朴诗意的江南水乡苏州。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全国最富饶的地方之一，也是历代骚人墨客争相称颂的文化名城。对于安东尼奥尼来说，依水而建、河流纵横的苏州就好像回到了家乡威尼斯。这是苏州郊区，田地里看不见一个大棚，种植的瓜果蔬菜也都使用农家化肥，是真正的原生态绿色食品。人们将其采摘后，依次用扁担挑到小木船上，然后再经过4通8达的水路运到城里，交给生产队统一计重，算工分。船上这几只灰黑相间的鸟叫鸬鹚，是一种大型海鸟，能上天也能潜水。很早之前，苏州人就开始驯养鸬鹚，用来捕鱼。一般它的脖子会被绳子扎住，以防止把鱼全部吞掉。可惜的是，今天鸬鹚已濒临灭绝，很难看到。早些年我在云南大理游玩，曾有幸见过当地渔民用鸬鹚来捕鱼。和其他城市一样，苏州马路上的汽车也不多，但走路赶鸭子的、骑单车、3轮车的全部都是走一条道，交通状况非常复杂，所以当地的妇女和老人会自发来指挥交通，维持秩序。这是苏州城里的一家供销社，里面卖着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大到农机电器，小到针线纽扣，可谓一应俱全，应有尽有。人们购买时不光要用到钱，还要用各种的票，比如买布用布票，买粮就用粮票。在供销社的画报上还写着天天磨刀，来者必坚，这是时刻提醒大家防范帝国主义的再次侵略。同时，工人们还会定期进行军事防御演习。这里建议大家看看我解说过的法国1972年拍摄的纪录片《愚公移山》。这是苏州有名的复兴面店，虽然环境拥挤，装修简陋，但一看就知道是真材实料，原汁原味，而且所有面食都是按照传统方法纯手工制作。更重要的是，复兴面店价格公道，一碗牛肉面只要3毛钱，一个牛肉煎包才要2分钱，所以每天来这里光顾的客人是络绎不绝。47年后，意大利记者老高几经周折，找到了影片中擀面的小姑娘欧阳娟娟。那一年她才25岁，拿着20多块的工资，一直干到1977年才被调走。如今那个青涩的小姑娘已变成了菜市场大妈，而复兴面店早已拆迁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还有那座有名的大裤衩。曾经在历史上，有钱的文人墨客和朝廷高官都喜欢到姑苏水乡养老，因此修建了许多园林，其中以拙政园和留园最为有名。他们和避暑山庄、颐和园一起被誉为中国的4大名园。不过对于安东尼奥尼这个外国人来说，这些精心修建的亭台楼阁、荷花水流就好似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现在看到的是西园寺，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寺中最有名的是500罗汉塑像，它们仪态万千，无一雷同。虽然都是木质金漆，但看起来却栩栩如生。人会老去，镜头会变样，但被胶片定格的那一眼永远鲜活，这或许就是影像最珍贵的意义。